你放心，如果不能将吴和绳之于法，我这个首辅也不当了。我已经调查明白，吴和和孙龙这2个太监是好朋友。孙龙因工部不给遗文，故心生怨气。这个吴和出此险招，是为了替孙龙出气。这正是结症的所在呀！他们迫害老夫，是强迫老夫就范，同意杭州织造局运银的额度。老夫我偏要坚持到底。皇上已把你的奏章转到内阁拟票。你的这条奏章所表现的勇气和正气，诚为可嘉。今日随蔡启芳的奏章一起递进的，还有杭州知府莫文龙的奏章。他说什么？他揭露杭州织造局的太监们鲸吞公价银，挥霍无度。好啊，莫文龙敢摸虎穴，有胆量。你呀，安心养病。这2场官司，我替你打定了。多谢首辅的关照。老夫有一事必须说明，我已71岁了，看来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老夫要求治世，希望我这把老骨头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乡。周大人，这部院大臣当中，就剩下你一个3朝元老了。你要求治世，是不是对我这个首辅有不满之处啊？阁老不要误会，老夫40年事已高，这隐退之事，还请你在皇上面前替我多说好话呀。按照莫文龙的报言，一件龙衣的报价银悬殊竟这么大。莫文龙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他的话不足信。为何不足信？一件龙衣的制造工价银，除了莫文龙所说的衣料价以外，还有一项就是珠宝。龙衣上缀的珍珠玛瑙都是采自南海或者暹罗，价格昂贵。衣料价较之珠宝价来，不过是1、2成。是这样。母后，既然龙衣那么贵，那我就少织几件好了。君儿，这可不是你少穿多穿的事儿，这关系到朝廷的纲纪，马虎不得。那母后，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这2道奏本仍然送到内阁，请张先生拟票。吴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是。老爷，什么事？待会儿冯宝的管家徐觉过来找我。他为何找你啊？为了吴和的事儿，听说蔡启芳的本子递到李太后那儿，太后非常生气。依小的猜想，肯定是冯宝授意，让他过来摸摸您对这事儿的看法。要是徐觉来了，你就这么跟他说。哟，老徐，尤管家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呀，尤管家，这个4合院儿真是不错呀！才买的，是旧房子哦。我修缮了一下，勉强住吧。是首辅大人同意买的吧？他不同意，我敢买吗？哎，这院有一好处，紧挨着我们老爷的房子。你看那东墙，我打了个门，一出门就是老爷的府上。今儿晚上首辅大人可在家呀？在呢，在客厅会客呢。哦，他今天晚上没去吉祥楼？哪能老去啊？那也只不过是关心关心玉娘。老尤说的是，那玉娘也确实怪可怜的。请，听说你效仿一些人家，也准备迎娶一位如夫人。谁说的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再说了，像这种事儿啊，也没有什么可瞒的。哎，前几天你是不是带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到七彩霞绸缎庄去了？郝一彪说了，你一口气儿给那个小娘子选了20多种面料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这个老郝最真诚。哎，这小娘子是谁呀？宫科给事中
刘玄的姨妹。哦，还是官眷，老爷有福分啊！哎，娶进门了吗？没呢，定在3月18。哦，还有个把月，到时候我得讨杯喜酒吃。那是。哎呀，看着你们主仆二人过得有滋有味儿，就苦了咱家老爷。你们家老爷怎么了？那2道本子的事儿，你未必不知道。知道还问我为什么？我们老爷今年流年不利，增加杭州织造局用于额度，这是他想干的第一件事儿。谁知啊，这刚一露头，就碰上一个大铁钉。蔡启芳这道本子，哎，老徐你怎么看呢？我们老爷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本子啊。冯公公头疼是有情可原，可你不应该呀，你得高兴啊。我为什么要高兴啊？你不是最看不上吴和吗？何不趁机把他除掉呢？吴和当年烧冷灶，在我们家老爷和孟宗相争的时候，铁心投到我们老爷门下。老爷一上台，他就得了内宫掌印这个大肥差，很多人都在巴结他，但这家伙我就看不上。看不惯就除掉呗。怎么，你不敢？不是不敢，只虑着这小子是我们家老爷的干儿子，就怕我们老爷下不了手。你得把这理儿跟老爷说清楚了。吴和这小子是个买干鱼放生不知死活的人，留着他就会坏事儿。这话有道理，我得回去跟我们老爷说说，让他丢卒保车。这是上乘之策。如果冯公公亲手处置了吴和，那外边的官的嘴还不堵住了？尤其你满脑的油盐酱醋，哪有这灵性的脑子？你说，这主意是不是首府大人出的？是的，你下午捎信儿来说晚上过府叙事，我估摸着80%就是这个事儿，所以呢，提前请示我家老爷了。见到尤其了吗？见到了，尤其出了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他建议借此机会撤掉吴和。尤其不知道吴和是我的干儿子吗？知道，老爷。这个吴和自恃是您的干儿子，到处飞扬跋扈，不可一世，弄得口碑很坏。如今不单在大内，就在外边也有不少传闻，要不尤其怎么会知道呢？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吴和收受贿赂，明码买官，还玩对神儿，这些尤其都知道。对吴和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？太多的奴才也不清楚，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却是更多。这个吴和，成了老夫的一块心病。老爷，对着吴和，奴才总是有些担心呢。你担心什么？查传圣旨的事儿，是在老爷这儿定的，是天大的机密，怎么那个蔡启芳能够知道呢？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，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？孙龙办事细心，那个胡本央生性胆子小，他俩都不会坏事儿，唯独这个吴和是个狗过门槛嘴朝前的角色，他好表功，依奴才看，80%是他漏了口风。依你看，应该接受尤其的建议。这不是尤其的主意。谁的主意？是张先生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尤其亲口告诉我的。这主意一石二鸟，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，又堵了后患，所以干脆把吴和给撤了。你马上给我备轿。您去哪儿？张居正府。冯公公深夜造访，想必有要紧之事。张大人，我算是个不速之客吧？哪里，请。冯公公，请坐。啊，夜深了，我也不便多打扰，咱们有话直说。今儿个皇上将2道奏本送到了内阁拟票，先生打算如何处理啊？这2件事都牵涉到你这位大内总管，因此我也想听听你的建议。建议倒是有，你会听吗？你讲。
蔡启芳告吴和诈传圣旨，这是诬告。你拟票，就你一个惩处蔡启芳的条款。张先生，你办得到吗？冯公公，接着说。这第2道本子是莫文龙就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，捕风捉影的说我中官从中贪墨，这是往咱太监头上扣屎盆子。那以冯公公之见，这第2道本子该怎么拟票呢？只吃莫文龙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是一派胡言。张先生，你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嗨，我就知道你做不到。今儿个啊，我就在这儿说点怄气的话，你可不要过河拆桥。冯公公何出此言？嘿嘿，你忘了啊？3年前，我为了你当上首辅，我所耗费的心血。这一点我从未忘记。哼，不过张先生今天晚上对那2道奏本的态度，就是与我冯宝作对。冯公公真这么认为，我可真是感到委屈呀。哈哈，你委屈什么？你大概还不知道啊，这个吴和在外面是如何败坏你的名声的。吴和怎么了？不只是在大内，就是在整个官场，无人不晓吴和是你的干儿子。你接掌司礼监之后，提拔吴和任内官监掌印。吴和利用这个权力卖官鬻爵，大肆收受贿赂，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受到各路言官的注意，不少人准备上本子弹劾吴和。吴和收受贿赂，我也有所耳闻呢。仅仅弹劾吴和倒也没什么，关键是这个吴和到处显示他有你这个干爹做后台，所以不少人认为他收受贿赂，那是受你的指使。你也听到这样的风声？不只是风声，有些言官还查到了实证。哼，我冯宝一身清白，不怕别人栽赃。冯公公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但如果这些弹劾的奏章送到太后皇上那儿，皇上若是下旨调查，你总还是被动啊。当断不断，后患无穷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对吴和要大义灭亲，早做了断。另外啊，杭州织造局用银事，你千万不要含糊。我这里见机行事，保你冯公公平安，不会让你难堪的。一共有几个言官弹劾吴和？已经9个，暂时都被我压住了。这个吴和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冯老公公说，今晚就动手，这种事儿越快越好。我即刻行动。你们是谁啊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吴公公，不认识咱了？陈长爷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想不到吧？看你做的好事。陈长爷，你先切带着属下退下啊，容咱穿了衣服，咱们到课堂相见。你想得到吗？陈长爷啊！陈义父，你这混蛋，放开我！陈义父，你这混蛋，放开我！起来吧。吴和啊，知道咱为什么来找你吗？不知道。你们把赵金富弄到哪儿去了？到他该去的地儿了。到底去哪里了？东厂啊。咱与赵金凤对12，咱干爹是知道的。去，给吴公公倒杯热茶去。是。
你们是来抓我的？没错。吴公公，你还有半刻的活命。为什么？这茶里加了毒了，毒很快就会发作。明年的今日，那就是你的忌日。啊！陈云峰，陈云峰啊，陈云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谋咱性命啊？陈云峰，你不是我，是你干爹冯公公。你坏了宫中的名声，你干爹容你不下吗？走人！干爹，我吴何要变成李衮，也要把皇上，请伸手更衣。这件袍子太新，朕不穿。俊儿，你为何不穿？上午朕要洗紫，这么新的袍子，万一染上墨渍就洗不掉了。孙海，奴才在，你去给我换一件旧的袍子来，越旧越好。是。俊儿，你知道节俭这很好，可为娘的看你这一国之君穿这件旧袍子，心里总不是滋味儿。而又不出内宫，新的旧的又有何区别？太后，宫里头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昨天晚上吴何在家中自尽了。怎么自尽的？听说是喝了毒酒，七窍流血。母后，吴何自尽是不是为了诈传圣旨的事？大概是吧。太后，听说宫女赵金凤昨夜女扮男装也去了吴何家。宫女到吴何家干什么？哦，他们在玩对神儿。什么叫对神儿啊？孙海，你要再多说一个字，小心你的舌头。太后，奴才知罪。君儿，你今天要见张先生？是，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张先生。孙海，奴才在。你去内阁传旨。是。君儿，今天你召见张先生，娘就不去了。为何？娘在场，你们说话都不大胆；娘不在，你有何请教，尽可以向张先生提出来。君儿，你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既是皇帝，又是学生，知道了？是，知道了。去吧。母后告辞了。来人啊，去司礼监传冯公公过来。是。太后娘娘。冯公公，听说吴何自尽了。是的。吴何是你的干儿子？是的。奴才该死，认了这么个干儿子。这个混蛋诈传圣旨，幸亏是死了，不死对你冯公公不利呀。多谢太后恕罪。那个宫女如今在哪里？在东厂。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奴才听太后的遗旨。前朝发生此类事情，有何故事可循？宫里头玩对食，历朝历代都有，处置手段也有轻有重。像嘉靖皇帝爷对男女玩对食，那处置手段简直是骇人听闻。他是如何处置的？老皇帝要是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，就派人呢把那男女给捉来，男的在东厂受刑致死，那女的死的就更惨了。
他是怎么死的？老皇上派人找来了一只大铜缸，把那女的扣在缸里头，又派人从红螺厂调来了3车炭，埋住那只缸，将炭点燃，缸里的宫女儿就是这么被活活的给烧死的。阿弥陀佛。奴才刚进宫的时候，听宫里的老人一提起这件事儿，那都还一个个心有余悸呢。男女之间的事情，做祸的都是男人，只是不知道老皇帝是何心态，让这宫女死得这么悲惨。这赵金凤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太后，您是观世音在世，宫女们背后都喊您观音李娘娘，说您普度众生，慈悲为怀。奴才斗胆建议，对这位赵金凤还要从轻发落。冯公公，你也认为我是观音在世？当然。这赵金凤本无大错，可念在她是受了吴和的勾引，就依你的从轻发落吧。太后的意思是，不要让她待在宫里了，让她去香山寺削发为尼吧。冯爷，张江，哎，你站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万岁爷在里面会见张先生。万岁爷接见张先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这我不知道。如今万岁爷见什么人都不告诉我，皇上到底是长大成人了。张先生，母后让我多多向您请教。辅佐皇上再创盛世，臣所愿也。哎，张先生，昨儿个我在宫中看到一把折扇，是宫中旧物，上面有宪宗皇帝亲书的一首六言诗，后2句我还记得，叫做“扫却人间寒暑，朝回天上清凉”。张先生，这诗好吗？好，施天恩以化民间疾苦，这是圣明君主的胸襟，皇上应该多向先祖学习。朕也是这个意思。朕每见历朝有些皇上文采斐然，心生羡慕，便想学着作诗。张先生，依你之见呢？陛下的目标恐怕不是当一个阴风弄月的词人画师，而应当是一个泽惠万民的圣君。是啊，朕现在是皇上，当然不会去做词人画师了。可是皇上刚才提出来要想学诗，勋章摘句，辐射词造，这可不是一个明君的追求啊！啊？历史上，亡国之君多善文辞，譬如隋炀帝、陈李2后主，还有北宋的徽钦2帝。倘若把他们放在词人画师当中，一居优劣，追求浮华香艳，满足于阴风弄月。可是到头来，只落得仓皇辞庙，垂泪对宫娥，这些历史教训，万万不可忘记。朕知道了。当然，诗词歌赋也可以学，但是浅尝则可。皇上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如何驾驭天下，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上。张先生说的话呀，朕记住了。现在朕要到御花园玩一玩空竹，你能陪我去吗？臣遵旨。张先生，和我一起去吧，走。先生，今天朕在用早膳的时候听到，被蔡启芳告下的那个吴和，昨儿个晚上服毒自尽了。臣也听说了，蔡启芳和莫文龙2道奏章，不知皇上和太后决定如何处置啊？2道奏本不是都发还内阁，请先生拟票吗？臣倒是有个想法，但恐怕不合皇上旨意。什么想法？蔡启芳弹劾吴和，臣本想请旨对吴和严加惩治，
现在吴和已经死了，惩治就谈不上了，但仍需降旨严斥，以此警告内侍，避免今后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关于莫文龙奏本所言之事，牵扯到朝廷财政大计，臣认为要慎重对待。国家财政如此困难，其原因在收与支2个方面都有问题。据臣所知，杭州织造局冒额请银之事，绝非个案。治河、漕运、屯边、茶马交易诸多方面，都存在类似问题。臣准备抽派6部相关官员，对朝廷多年不曾改易的用银制度逐一核实，凡有冒领滥用之处，坚决予以纠正。先生此举甚好，朕全力支持。谢皇上。朱恒上本子，弃恩还乡，先生说该怎么办？昨日，臣去朱恒府上探望他的病情，朱恒再三向臣表示了归隐之意。我虽然再三劝阻，可是朱恒去意已决。朱恒多大高龄？朱恒今年70有1。71岁。如果还留在工部尚书任上，实在勉为其难。依朕之见，可让朱恒治事。可是，若真是让朱恒治事，皇上可看在朱恒多年为朝廷效命的份上，升他为太傅，将他的正2品改由领1品衔治事，这样对朝中的老臣也是一种安抚。好，就按先生说的办。遵旨，臣告退。先生等一等。皇上还有何吩咐？朱恒留下的工部尚书一职，由谁来接替呢？臣想举荐一个人。谁？尹正茂。这个人朕知道，他广西剿匪有功，安排他一个光禄寺卿，实在有些委屈他。让他接替朱恒，朕同意。这本拿走，这本拿走，还有这本留着。君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，母后，这是儿小时候让文华殿管事牌子搬到这里来的书，现在呀，儿命令孙海和客用让他搬回去。你不读书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呀，张先生说的话很对。做一个明君啊，不要每天都迷在诗词歌赋上面，要懂一些治国安邦的大道理。而现在啊，就要让孙海和客用把这些关于诗词歌赋的书还给内书房，换一些关于治国安邦的书回来。君儿，看来你真的是长大了。孙海，奴才在。去把张居正跟冯宝给我叫过来。是。今儿个找你们来，还是为了那2个奏本的事儿。吴和既然死了，就不要再追究他诈传圣旨的事儿了。说到莫文龙的奏本，我还真有些感触。今儿个早上皇上起床，愣是挑了一件旧的龙袍，说是起床后要习字，怕新龙袍沾上墨迹。听了这话，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儿子的心思，为娘的明白。他肯定是受了杭州之局用银一事的刺激，如今他一心想着节俭，他是要当个圣君啊！皇上是万乘之尊，穿衣服也这么受委屈，奴才听了，心里头像扎了一把刀子。看了莫文龙的奏本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皇帝节俭，太监贪毁，这朝廷的管理漏洞真是太大了。莫文龙讲到织造局用银中的弊端，不可不引起重视。历朝织造龙衣，一些当世太监借机贪污，导致民怨鼎沸。自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，内廷风气为之一新，各监局拨乱反正，清明自守，冯公公功不可没。这次织造局用银之所以引发性端，主要是杭州织造局公价银计算有误。是啊，若不是莫文龙的本子，奴才也蒙在鼓里呢。我看啊，这万历新政的一个特点就是知错必纠，
冯公公，你说呢？太后娘娘说的是，初开始，一听说杭州织造局今年用银不但没有增加到80万两，反而在去年的用银额度上砍去了一半，只付20万两。那孙龙一听就不肯上任了。奴才便对他说：“你去不去？不去就地免职。”他一看老夫动真格的了，前几天就赶紧去上任了。依臣看，杭州织造局的用银还可以砍去一半，还砍？那只剩下10万两了，这也太少了。张先生，你说说，为何还可减去一半？皇上还是个孩子，每年都在长个儿，眼下比他登基的时候差不多高出了半个头。如果现在多给他制龙袍，恐怕明年穿着又不合身了，这不是白费银子吗？张先生言之有理，冯公公，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？奴才心眼实，只瞅着皇上的穿戴，却没想着个头。首府大人，感谢你为老夫归天之际所做的一切安排。徐大人经50年宦海生涯，身历3朝，劳苦功高，晋升太傅，迟意返乡，乃实至名归啊！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，由于你斡旋有方啊，从80万两银子降到10万两银子，这可是奇迹呀！这80万两银子降到10万两用银，那是用你的志士换来的。哎，我老了，能这样离京，我心满意足了。此去江南，水远山高，望一路珍重。我在茶楼等你半天，不见你的影子。嗨，想不到你跑到这儿来了。过节了，赶来凑个热闹。哎呀，朱大兄，你呀过节都不让人闲着。心里有事，想找你一吐为快。我就知道你又要谈公务。哎，今天可是元宵节啊，你不在家喝几杯春酒也就罢了，哎，反而到这热热闹闹的街上，你不嫌乱呀？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副官兄，今天除了元宵节，还是什么日子？哎呦，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。今天是请城隍老爷游春的日子。哦，对，待会儿啊，应天府尹就会请出城隍爷，抬着在北京长安街走一圈，这是每年不可或缺的仪式啊。希望城隍爷能够发慈悲之心，保佑这一年风调雨顺，老百姓能够有个好年成。没错，应天府尹啊，还要给沿途的人送上泥塑的小春牛呢。万历新政今年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，头2年我们整治吏治，取得了很好的绩效。是啊，窝里基本扫清楚了。今年我们该做些什么？那就这4个字儿。对，招财进宝。风和日暖，开放春梅，看花灯，看花灯，阖家团圆辞9岁。
回人此岁。昨日唱的不对，最后一句日月同辉，现在太阳当空，没有月亮。君儿，蓉儿唱的是对的，日月同辉指的是咱们大明王朝，日月为明嘛。蓉儿这词儿啊编得好，唱的也动听。两位母后既然夸奖，儿就得给他们赏钱。孙海，奴才在，给蓉儿和教坊司的乐手们颁赐小礼带。是。奴婢们谢皇上隆恩。蓉儿，你过来，把你的小礼带给我看看。怎么只有1两银子？这个你得问问替你管账的奴才。孙海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启禀万岁爷，赏赐宫里头的下人不能动用国库的银子，只能用私房钱。去年您名下的私房钱收入较之前年减少了7万多两银子。为何少那么多？除夕前内府公用库来报，去年皇上名下的乾清宫紫荔田由于遭受虫灾欠收。乾清宫紫荔田在哪儿？在应天府10几个县上都有，但宛平县所占比例最大。传旨户部派官员到宛平县查看。是。开国之初，洪武皇帝给开国功臣、皇室成员以及就藩的王孙赏赐土地，称为紫荔田。因为洪武、永乐2位皇帝对赏赐控制较严，这紫荔田还不至于成为弊端。但是自永乐之后，历代皇上赏赐过滥，加之皇室经过200多年的繁衍，也越来越大。每一个皇子出生都有紫荔田的赏赐。不仅如此，乃至得宠的宦官、皇室外戚，甚至是御庙的和尚，都能获得紫荔田的赏赐。凡是拥有紫荔田者，赋税一体减免。紫荔田越多，那赋税就越来越少。现如今啊，这紫荔田已经成为财政改革最大的拦路虎。是的，改革紫荔田的赋税减免制度，那就等于是和天下所有的世豪大户为敌呀。我知道，比之财泰冗员、整治吏治，这紫荔田的改革要难上1000倍万倍，因为这牵制到宗室的利益啊。我今天找你来啊，一是跟你通个气儿，二是咱们想个法子，看这件事情如何进行。哼，反正你啊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好，你看，这城隍老爷抬出来了。那不是应天府尹张开来吗？哎，朱大，咱们也去讨只小春牛去。走。恭喜发财啊！对不起啊，讨个小春牛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守住好年成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国兄，咱们一块儿来抬城隍老爷，抬抬，城隍老爷，大家行嘞，保佑一方，红运长远，大家
各位大人，我只有一个问题问首府大人，用不了多久，用不了多久啊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大名鼎鼎的金学曾，你也不知道？他就是金学曾，会斗蟋蟀的那个人。隆庆6年，他是个9品的官正啊，时间不过3年，他现在就是6品的户部主事。升官如此迅速，满京城你也找不出第2个人呐。金学曾啊，怎么一天到晚猴急猴急的啊？说说吧，有什么事啊？首府大人，布堂大人委了我一件差事，是不是去宛平县调查子弟田的事啊？啊，您知道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是我跟你们布堂王大人一起商定的嘛。哦，首府大人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向您请示，我今天就去宛平，不知首府大人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？这次你去宛平县，是第一次独自担当重任，遇事要多动脑子。查实乾清宫的子弟田是否遭虫灾，这事很简单，关键是把有关子弟田的那些情况核查清楚，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大人的话，卑职铭记在心了。